欢迎来到音乐家的无聊人生。你觉得一首音乐里面最关键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刻呢？我们拿一首很有名也很好听的经典作品来讨论这件事情，那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拉赫曼尼诺夫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之所以这么受人们喜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开场实在是太有气势了。先由钢琴家弹奏一连串像是钟声一样的声音，然后再由低音的弦乐演奏这个丰厚沉重的主题，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过瘾，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经典的一个开场之一了。但是除了这个经典的开场以外，这首协奏曲还有另外一个很受人喜爱的地方，也就是乐章中后半段的高潮，它是音乐史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桥段。在这个乐章的中间有一个很漫长的酝酿过程，它将气势一路往上推，一路往上推，然后最后推上了一个巅峰之后，来到了整首协奏曲最高潮的地方。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在唱片里面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整个人都被震撼得血肉模糊啊！相信很多爱乐的朋友都跟我有过一样的经验，这段音乐实在是太精彩了。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一段高潮在整个乐章的架构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如果这个乐章是采用了所谓的奏鸣曲式，那这段高潮在奏鸣曲式里面是哪一个部分呢？我先直接公布答案吧。这段高潮是奏鸣曲式里面从发展部接到再现部的地方，所以以这首曲子作为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一首音乐里面最关键、最高潮的地方，往往都是在再现发生的时候。在我们继续详细解说下去之前，为了避免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奏鸣曲式，所以我在这里先稍微解释一下有关奏鸣曲式的基本概念。如果你想要知道对于奏鸣曲式更详细的细节的话，我推荐你去看好和弦的《一次搞懂奏鸣曲式》这部影片哦。好的，那什么是奏鸣曲式呢？奏鸣曲式就是一个让音乐的张力可以有很好的起承转合的剧本架构，它大致可以分成3个部分。程式部、发展部跟再现部。在程式部里，这首曲子的主题会被第一次呈现出来，而这个主题一开始所在的这个调性就会称为这首曲子的主调。那这首钢琴协奏曲的主调呢，就是 C 小调，它的主题就是这个旋律。那当然，程式部还会有2个以上的主题，不过在这里我们先省略这部分。程式部因为只是曲子的最一开始而已，所以它的张力会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接下来在发展部里面，刚刚出现过的主题会被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主题会在各个不同的调性上游移，让音乐充满了冲突与不安，张力也会逐渐的升高，不断的酝酿。然后张力会累积到一个最激烈的高峰，等到张力已经高到要一次宣泄出来的时候，就会到奏鸣曲式的最后一个部分——再现部。在再现部里面，一开始的主题会再次出现。
且调性也终于回到了一开始的主调 C 小调。刚刚在发展部里面那些累积已久的冲突跟张力都会在瞬间得到解决。所以从这张张力变化的图，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一首曲子里面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在它再现发生的时刻。因为再现发生的时刻就像是个张力的分水岭，在再现发生之前是一片混沌，在再现发生之后则是海阔天空。音乐的张力会从本来很高很高的地方突然释放开来，这个释放的过程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很强烈的戏剧效果，会让你有一种非常爽快，终于解脱了的感觉。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历史上很多的作曲家都尝试要把他们作品里面再现发生的时刻写得非常的特别。这么震撼的再现方式，其实也不只是发生在拉赫曼尼诺夫的这首曲子里，再比如说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的第1乐章也是个经典的例子。这个乐章的主题一开始在呈示部出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主题就是这个噔噔噔噔噔噔的这个旋律，听起来非常的安静又神秘，但是到了这个主题再现的时候，它却变得非常的壮观。虽然是在同一个调上的同样一个主题，但是贝多芬用这种非常震撼的方式，让你深刻的感受到主题的再现在这里发生了。贝多芬每一首奏鸣曲式的作品里面都有截然不同的再现方式。其实他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想要让再现的发生听起来这么的斩钉截铁，有时候他也会反其道而行，让这个最重要的再现时刻听起来非常的捉摸不定，让你无法确定它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比如说他的 F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0之2，它的主题原本在呈示部的时候是这样子开始的。它是在 F 大调上面的一个主题，所以理论上这个主题再现的时候应该也是要在 F 大调上，对不对？可是在这首奏鸣曲里面，贝多芬就是个调皮的小淘气，他居然让这个主题再现的时候发生在另外一个奇怪的调上。哈？什么 D 大调？为什么会是这个调啊？这个调跟之前毫无相干呢，对不对？这根本就是在错的调上再现吧。贝多芬这样子的安排，就让音乐有了个出乎意料的惊喜，它产生了一个反高潮。而这个错的再现先吓了我们一跳之后，它才慢慢的把我们带回到原来的主调。它从错的调开始，这里才终于回到 F 大调。这些惊喜就让音乐的再现有了更多微妙的情绪，还有更多无法预期的期待感。在贝多芬之后，很多作曲家们也开始玩起了这种再现的把戏。好比说有史以来最害羞的作曲家舒伯特，他的降 B 大调钢琴3重奏就是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而且他做的又比贝多芬更绝了。这首曲子的主题本来是在降 B 大调上开始的，但是当它再现的时候，居然不是出现在降 B 大调上，而是出乎意料的出现在了一个非常遥远的降 G 大调上。而且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遥远的降 G 大调之后，他并没有马上找到回家的路，而是继续迷失在调性的汪洋大海之中。他接着先是跑到了降 A 和弦，然后又跑到了降 D 大调，再来是降 E 和弦，然后经历过了这些种种的困惑与迷失之后，他才终于在最后一刻找到了回家的路，降 B 大调。我们来听一听这段过程。首先他在降 G 大调上再现，
接着他又跑到了降 A 和弦，然后是降 D 大调，接着是降1和弦，接着他陷入了许多的困惑与自我怀疑，但是在经历过了这一切之后，他还是终于回到了正确的调，降 B 大调。舒伯特这样子的手法，就让这个主题像是迷路了一样，好像忘记该怎么回家了，因此走在大街上到处敲门问说：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吗？最后经过千辛万苦之后，才好不容易回到家，是不是很有趣呢？舒伯特因为他自己的个性特别的害羞，所以在音乐的表达上常常都不喜欢走直接的路，而喜欢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这样子的特质跟手法就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另外一位作曲家，也就是布拉姆斯。在布拉姆斯一生的作品中，从他早期的管弦乐小夜曲，一直到他晚期的单簧管奏鸣曲，都可以发现这种调性迷失的再现。而在这些迷失的过程中，往往就造成了音乐中最感人的时刻，因为他们就像是一个人在不断的自我怀疑，然后到最后一刻才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克服了这些困境的过程。不过至于细节是如何呢？我在这里先卖卖关子，我们下一集的内容就要来介绍布拉姆斯的音乐，我们来听听这些在调性中迷失的再现，以及自我怀疑的过程。如果有在追踪我们社群贴文的朋友，可能也记得我们在前一段时间 po 了一张乐谱，问问有没有人能猜得出这是什么曲子。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曲子就是那一首，还请大家多多期待了哟。感谢你看完了这支影片，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如果想要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哦。我们下次见。喂